景清一句生机回来了，萧初然还没反应过来是什么意思，就看到眼前这束已经干枯的花朵竟然在瞬间活了过来。一束原本已经整体呈现灰褐色的干枯花朵，忽然在这一瞬间恢复了五颜六色的模样，干枯的枝桠与花瓣也重新变得饱满、新鲜且富有生机。萧初然整个人已经完全看傻眼了，因为他这辈子也没有见到过这样的一幕。生命的凋零在他的印象里就是完全不可逆的，为什么能在景清法师一句话的影响下就重新恢复盎然生机？这显然已经颠覆了他这么多年来接受的教育以及对这个世界的认知。紧接着怀中的花束开始散发出淡淡的花香味道，这种香味极其新鲜自然，绝不是魔术，而是魔法。他惊骇无比，瞪大眼睛看着景清，这是怎么做到的？法师怎么会有这般不可思议的神通？景清淡然道：阿弥陀佛，贫僧这点本事在叶少爷面前恐怕只是九牛一毛。萧初然更是骇然，他脱口问：你是说叶晨也有这种本领？当然。景清法师点点头，说：贫僧之前说过，您的丈夫是世间罕见的生龙命格，若贫僧这点本事是平地高楼，那他的本事直冲九霄云外。我的天！萧初然脑子纷乱无比，脱口说：这怎么可能呢？我跟他一起生活了这么久，为什么一丁点都没有感知？一旁的唐四海开口道：叶太太，其实这几年来您的生活也被各种奇迹所包围，只是有些时候您的大脑自动把这些奇迹合理化了，你仔细想想，应该就能想出一二。各种奇迹？萧初然沉吟片刻，忽然开口：叶晨的身手就是奇迹。对了，还有我父亲遭遇车祸那次，医生说他脊椎断裂，已经高位截瘫，最后是叶晨找了施天骑师神医把他治好的。唐四海反问：叶太太，您也是经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您现在静下心来仔细回想一下，这个世界上有哪个中医真的能治好不可逆的高位截瘫吗？别说中医，西医甚至全球各大部落的医生也不可能有这个能力。萧初然惊讶地反问：那您的意思，我父亲当初的高位截瘫是叶晨治好的？当然。唐四海道：少爷有他的神通，可以炼制出这个世间所有医生都炼制不出的神药，很多富豪甚至开出100亿美金的价格只为买到一颗，少爷就是用它治好了您的父亲。萧初然终于明悟过来，原来如此，自己这么多次遇到艰险，叶晨总能第一时间出现，自己在萧家遭人排挤，却感觉忽然间金陵的大人物都在帮着自己。还有费可欣，他可是数千亿美金资产的美国费家的千金，家主却对自己格外上心。这一切的一切，原来都是因为叶晨。一想到自己这么多年都蒙在鼓里，再想到叶晨这么多年隐姓埋名也好，隐藏实力也罢，受了那么多的委屈，遭了那么多的白眼，他心里难受，忍不住流下2行清泪。可他还是不明白，他问唐四海和景清：既然你们都说叶晨的实力比景清法师更加强大，难道他现在还打不过那个老妖怪吗？唐四海苦笑道：据我所知，以少爷现在的实力，别说1个他，就算是3个他、5个他，都未必是那老妖怪的对手。言罢，他一双满是皱纹却毫不浑浊的老眼盯着萧初然，感叹道：叶太太，这也是我为什么想求您暂时离开少爷的原因。一直以来，少爷之所以没有告诉您这些隐情，一定是他不希望您牵扯其中。这样虽然保护了您，但是也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分散了他很多的精力。就像您的母亲马兰玛女士，她曾经失踪过一段时间，想必你应该还记得吧？萧初然点点头，记得。我妈说是被骗进了传销组织。并不是。唐四海摇头说道：您的母亲当初偷拿了少爷的银行卡，那张银行卡里有我们老爷当时委托我给少爷的100亿人民币，而您的母亲释出了那张卡的密码之后，把卡里的钱都转给自己。少爷生怕自己的身份就此败露，所以才谎称那张卡是团伙制作的虚假银行卡，
让你母亲彻底打消顾虑，也不得已让警察把你母亲抓到看守所里关了几天。只是没想到，当时您的奶奶和您的堂妹也在同一个监室，导致您母亲在他们手里受了点伤。萧初然听到这番话，一上来虽然微微迟疑了片刻，但很快便意识到这就是妈妈的一贯风格。如果真被她看到叶晨的银行卡里有上百亿，她一定会先转走再说。想到这里，她心里忽然非常惭愧。原来自己和爸妈不但靠着叶晨一直以来暗中的守护，甚至还不断的招惹各种麻烦，而叶晨本身就身负血海深仇，自己一家人非但帮不了他，还在牵扯他的精力，甚至拖住他的后腿。一念至此，他也就明白了唐思海为什么想让自己离开叶晨。自己一家人对叶晨没有任何帮助，只能是帮倒忙，与其这样，离开叶晨反而等于是帮叶晨了，最起码不再拖他的后腿，也不再牵扯他的精力。他此时已经泪流满面，有心疼，有惭愧，但更多的是不舍。心疼是心疼叶晨悲惨的命运，以及这么多年活得太不容易；惭愧是觉得自己一直以来并没有真正尽到一个好妻子该尽到的责任与义务，没有帮丈夫分忧，还总是需要丈夫暗中帮助自己，而自己的父母又总是给她添麻烦。至于不舍，是她心里已经意识到，眼下这种局面，为了叶晨的安全，也为了他的复仇之路，自己不能再留下拖他的后腿了。于是他问唐四海，你们想让我怎么离开叶晨？是装作不知道这一切，向他提出离婚，还是直接不辞而别？唐四海忙道，当然是不辞而别，否则您提出离婚的话，对少爷一定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反而会影响他的修为和他的心态。萧初然又问，如果我不辞而别，他会不会找我？唐四海说，这一点您放心，其实我之前也已经因为某些原因不辞而别了，当时我也怕少爷找到我，所以我去了一个少爷不可能找得到的地方。那个地方在大溪地，是一个私人岛屿，基本上与世隔绝，但是请您放心，那里的环境非常好，设施也非常现代化，我们会在那里准备好一切生活所需，来确保您和您父母能够在那里安静美好的生活。萧初然苦笑道，看来你们早就已经准备好了。说罢，他叹了口气，又问，那我以后还有机会见到叶晨吗？唐四海说，叶太太放心，会有的。